对，这里面有几个背景想跟大家提一下首先扫罗又叫保罗哈，那这个名字呢，它其实并不是改名字哈，因为你就知道那个就好像这华人有中文名有英文名一样哈，它在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称呼。在当时，犹太人生活在这个希腊文化当中，他们也有自己的希腊名啊，所以只是不同文化的称呼而已哈。那么所以保罗其实就是这个扫罗其实是这个犹太文化当中的这个名字，翻译到希腊文化就是保罗。那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保罗有资格去抓人啊？他是谁？他凭什么能够去抓人呢？那好像祭司给他一个文件是吧，让他到这个远方去抓基督徒，去大马士革。大马士革其实是很远的地方，到耶路撒冷可能有200公里左右，就是这个今天这个叙利亚是就是已经脱离了今天的这个所谓圣地哈，当时的犹大地的地区。那祭司为什么有资格派人去到那么远抓人呢？而且为什么要有这个文件那这是个问题那还有就是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介绍一个很重要的人的时候，你会怎么介绍？因为保罗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徒你对他的一个介绍，你怎么引入这个角色所以如果你是路加，你怎么引用那好像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路加在把保罗这个角色引出来的时候，不是那么正面比较负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扫罗信主的一个经历，重点在哪里？这个是我们要提到保罗新冠的问题。对，我们差不多今天能把这些讲完就不错了。好，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说，祭司为什么可以给文件去这么远的地方做基督徒？那这个最近这些年的考古学有一些的发现，就是在大马士革呢，考古学家找到了很多不同罗马年代的钱币，所以大马士革是当时罗马在东边最边缘的一个城市，它是受到罗马控制的所以那去找这个罗马的钱币，那通过钱币大概就能推算出是什么时代发行的嘛，对吧？大概就知道，你就能推算出这个时间。然后就很奇怪，就是发现在大马士革这个地方有3年的时间是没有这个钱币的，就是没有那个，大概就30年到33年左右就是说它没有就是新发行的这个钱币。所以那这个就表明什么？这个就表明很可能呢，罗马对于在那3年当中对于这个大马士革这个地方的控制好像失去了控制所以说连新的钱币都没有发行到那边那么不知道为什么也许那个时候祭司就趁虚而入就对大马士革有很大的影响力那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提到大马士革，他这个事件之后，他就这个跑了嘛，对吧？待了3年那也许在这3年的空隙期那这个就是没有人管到他所以这是我们一个透过考古的一个发现来表明，就是说为什么不是罗马人去抓而是祭司有这个权柄这是有这个可能性。好，第二个问题就是介绍这么重要的一个使徒，路加是怎么介绍他的？对吧？你要介绍一个重要人物，你肯定都是讲他好嘛。结果路加对他的介绍是什么？最开始出现就是7章58节，是吧？说司提反被逼迫的时候他呢在那看着衣服，他也高兴司提反受难，是吧？所以一开始出现这个角色，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肯定就认为这个人是个反派，是吧？他逼迫教会你完全不知道扫罗是谁路加完全没有介绍他有多么好因为路加如果要介绍他有很多头衔可以说他是法利赛人加马列门下律法师，对吧？
啊，大数人是不是？这是不是无名？师出无名是吧？罗马公民，对不对？你可以介绍他很多，可是路加专门挑了一个说他，就是说他逼迫教会。然后到第8章的时候呢，路加第2次提到保罗，说到教会大受逼迫，第3节说扫罗残害教会，跟之前的描述是一样的，逼迫教会的人，也没有说他有什么优点。第9章的时候，你发现扫罗仍然向门徒说威吓的话，没有什么，就对他的介绍没有什么好话了。可是这个时候就讲到他的呼召，所以路加其实是告诉我们上帝拣选扫罗，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优点，上帝怜悯他因为他跟其他犹太人没什么区别，都是教会的敌人，可是上帝却怜悯他，帮助他让他回转，神的恩典来到，拯救了他。所以扫罗呢我们说保罗吧他是非常明白恩典靠恩典得救的这个道理的，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过来的，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夸口，神拯救了他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是吧？我们服侍神不是因为可能我们过去有很多糟糕的事情，但是我们就其实更加明白说，上帝让我们来服侍，不是我们配得，不是我们多好不是我们有优点，而是神的拯救，神的怜悯。这个对路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对我们也是很重要的提醒，是吧？那讲到保罗和亚拿尼亚的时候，我也上次我们也提到了那他俩的呼召那其实是对亚拿尼亚的一个呼召，对吧？因为我们讲到旧约的门召的一个公式，是吧？先喊名字然后神给他托付然后呢他们拒绝然后呢神继续给他们这个应许然后他们接受这个意向，接受这个呼召所以这是我们也提到了，很多时候人拦阻神呢，其实不是外邦人你看扫罗他抵挡教会，逼迫教会，残害教会这么厉害，很有权力，很有权柄，可是呢上帝要扭转他，真的就是一个光照到他，他就倒下了，是吧？他就降服了。可是亚拿尼亚很不容易想让他降服上帝要用这样的意象跟后面的那个彼得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其实是代表初代教会如果他们自己不改变的话，他们没有办法接纳保罗彼得没有办法接纳外邦人，那么你可以说，那他们就成为了福音最大的拦阻了，是吧？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阻碍教会发展的，很可能是我们这些服侍的人这一点我们要注意，时刻的要警醒自己，同时要谦卑对，所以说这个很关键。所以你看保罗其实他逼迫教会的时候，他不觉得嘛，他觉得他是为主来服侍嘛，是吧？他还觉得为主大发热心呢，以至于他遇到复活的耶稣，他说主你是谁，是吧？他称他是主，他知道他是主，他很清楚，但是他不认识这位主他以为他认识，可是当他真的遇到了复活的主之后，他就对他整个的信仰的一个体系就开始产生了动摇所以你看见到复活的主的反应是什么你看在圣经里面见到复活主的主的反应都是像保罗一样的都是这种惧怕，这是第一反应，是不是所以门徒其实是因为你想嘛，因为门徒们当耶稣死的时候，他们没有期待耶稣会复活嘛，所以耶稣复活了之后，那他们见到复活的主当然就是害怕。所以保罗见到复活的主也是一样的，他逼迫教会，对吧？所以这个是关键。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信主的时候也是，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其实当你真正这个认识到这位圣洁的主的时候，你自然会有一种敬畏所以这个很关键就是说这个信主的这个过程，并不是我们理解的说信耶稣得永生多好，信耶稣有祝福你就信了，因为你有罪嘛。所以当你面对这个圣洁的主的时候，其实你信他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你为什么要流泪悔改？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保罗那3天看不见，他做的什么事情他就在那儿反思他的人生，其实就是在悔改认罪，是吧？他
他彻底的要悔改啊。那耶稣让他看不见也是这个目的啊。那讲到保罗的这个呼召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关于保罗新官的问题就是我们来看保罗的门召看保罗新官。大家都有听过保罗新官这个概念哈，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啊？那我先简单把它讲一讲哈，然后呢我们再来讨论。那保罗新官这个问题，其实要回到改教时期因为你没有发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疑问哈，就是说你说改教时期当时提出最大的一个就路德哈，他提出最大的一个理念就是因信称义是吧？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你有没有疑惑过，就是说圣经罗马书里面不是写那么大的几个字因信称义嘛？是不是？这个又不是说圣经里面没写这么清楚的因信称义为什么改教的时候路德却把这个好像变成了整个改教的一个核心你说天主教他们难道不知道因信称义吗？在圣经里面写的这么清楚所以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疑问看到这个改教历史的时候，那你会说他们不知道因信称义这个道理吗？那这个问题就在这里那我跟大家讲讲因为这个你就要回到天主教就是改教前，那教会对于称义跟成圣的问题是怎么看待因信称义的，怎么看待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所以因信称义这个是个人救恩论的问题，对不对嘛？就是说在教会这个传统当中，这是一个救恩论，就是你能不能得救嘛，对吧？因信称义嘛，而不是教会论的问题所以你要记得，这个就是保罗新官后面要提出的一个很大的反思，就是在教会历史上当我们看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想的是个人得救的问题那天主教的问题，就一旦你想到得救这个问题就来了，因为在圣经里面凡是讲到救恩的地方它都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就它不是一次性的，它是一个持续性的。大家可能也听过一个比喻就是说一个人得救就好像一个人掉在河里面，这个时候呢，当你踏上救生艇的那一刻，你可以说你得救了，可是还没有完全，等这个救生艇开到岸边，然后你的脚踏到岸上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得救，对吧？是一个过程，是不是？那我们一般会怎么区分呢？就是说有一个称义和一个成圣的这个过程，对吧？称义是一次性的，成圣是一个持久性的，是吧？那一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成圣才会完全我们现在是这样看那但是在圣经里面，他并没有把这两个，就是并没有说得救就只是称义是得救，成圣不是得救，救恩是包括称义跟成圣的，这个可以理解吗？所以你会看到像希伯来书里面提到包括启示录里面也会提到，对不对？你要忍耐到底必然得救我们要持守信仰怎么样那为什么会有好像提到说我们要坚持圣徒的坚忍，对吧？那这个问题就在于在圣经里面他的确没有把得救只限制在这个称义本身，而是把成圣也放到这个救恩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所以这个救恩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个持续性的，这一点大家可以理解吗？就是称义跟成圣都是救恩，都是救恩的一部分，你不能把它分开那路德做的最大的这个因信称义，就是他把这个分开，就是说他把这个得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得救就是只是讲因信称义的这个称义的部分，而成圣那个部分呢，他把它看作为什么呢？看作为这个我们在救恩当中的一个回应，一个成长，是吧？那么他把它分开，但天主教一直到今天他们都是没有分开的，就是他们认为的得救就是一个过程，包括称义和成圣。那你说那我怎么知道我得救了呢？
那对他们来说呢，你就是必须要有好的行为，你才可以得救。你如果没有好的行为，你怎么能够就像雅各书里面说的，你怎么能够证明你的信心是对的呢？是真的呢？对吧？你必须要有好的行为，才能证明你有真正的信心。所以他们很看重外在的行为啊。而宗教改革之后，新教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把得救只限制在称义当中，那么我们就会忽略成圣这个过程，因为会觉得说啊，我拿到天堂门票了嘛，反正我重生得救了，一次搞定了，所以你的行为怎么样好像都无所谓了嘛，反正你可以上天堂，对吧？可是天主教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如果你的行为不好的话，你就表明你的救恩是你这个救恩，因为它是包括这个成圣嘛，是吧？那说明你这个救恩还是有问题。啊，这也是为什么你看在天主教里面，他会有很多的这种行为上很好的这些人啊，不管是修士也好，或者是像这个特蕾莎修女啊这些人，那只有天主教才能产生这种人，新教很难产生啊，因为我们会很强调称义这个部分啊，重生得救啊，称义这个部分，而很多时候忽略了成圣这个过程，认为成圣这个过程不是得救的一个部分啊，就把得救狭义的认为是一次性的就解决了，而天主教一直到今天他都没有把它分开，这个你大概了解了哈，这个差别是在哪里，好吧？好，那所以不管怎么样，教会包括天主教，包括新教，都是把因信称义是和什么联系到一块儿？跟你的救恩联系到一起的，个人得救的问题联系到一起的。OK，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前提。然后呢，在1963年的时候，在哈佛呢有一个学者哈 Standel， 他呢发表了一篇论文，他其实是做心理学研究的，他是研究这个当然他是有提到以这个奥古斯丁为例子来做这些研究他就发了一篇论文，他发这个论文呢，他就讲这个新教认为的这个得救悔改其实是从奥古斯丁，因为奥古斯丁奠定了整个西方这个教会的一个神学的根基。他说是从奥古斯丁开始有改变的，就是说从奥古斯丁以后，我们才把这个悔改或者是怎么样就对今天的这个悔改认罪悔改的理解是从奥古斯丁开始的。他说保罗不是这样的，如果你回到保罗，他说呢保罗的良心和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良心尤其他批判这个马丁路德讲到很个人化的来把这个救恩的事情呢，就是说把救恩只是限制在我们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我犯罪了我良心责备，然后我认罪悔改那他就说其实保罗当时挣扎的他的这个良心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良心这不是一个良心。他说保罗所挣扎的良心是没有办法去实现律法的这种良心那他的这个良心是跟犹太人的律法绑定在一起的，而我们的这个良心呢他说我们是指西方是一个对罪疚感的一种良心那这个其实我举个例子大家就能理解就是说你说咱们都有良心是吧？可是咱们良心其实是不一样的，你这样能理解对不对？所以你才会说有些人良心被狗吃了是吧？那我跟你说，西方人的良心跟东方的良心有点不一样，是什么地方西方人的良心它是一种，就像我讲的，它是一种罪疚感的良心，就是说它更多是对这个事情本身的好坏的一种感知，而东方的比如中国那这个我们讲的这个良心更多是一种就是我们讲这个 honor and shame 就是说是一个羞耻这个荣辱感的一种良心。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假如说你看有人尤其是小孩这个他在这个两个文化里面长大的，这个差别很大。比如说一个人他偷偷干一件坏事没被人发现然后干了坏事呢干成了没被人发现，那在中国的这个文化当中会怎么看呢？就是哎呀挺好的是吧，干这个事呢我干成了，然后呢也没人发现很好。但是一旦他被人发现了被曝光了
那他会怎么样？他马上这个良心就会责备他，是吧？就哎呀，他会觉得很羞耻就是他的这个里面的这个小心思被暴露出来了，他就觉得很羞耻。但是西方不一样，西方的良心就是当他干了这个坏事的时候干了这件事情哪怕没有人看他，哪怕没有人知道他做了这个之后，他就会有一种罪疚感，不在乎说人有没有发现，他本身就会因着这个良心而去谴责。和我们这个中国文化里面良心就不一样，反正我没有被发现，没有被抓住我就觉得挺好的，是吧？所以你看那些贪官污吏，他们在贪钱的时候或干这些坏事的时候，没被发现他们都觉得很好过得挺好。一旦发现了你看他们觉得羞耻了，是不是？但是如果在西方这个处境里面你只要贪污了，哪怕没人发现，那这个事情本身就会来谴责你。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在不同的文化里面，这个良心的运作可能都不大一样这个如果你看一些文化，就比如说如果你说我们现在如果不管东方西方我们还有一些良心上是大概是这个有些相同的地方。比如说如果你不穿衣服跑到外面，你肯定会觉得羞耻，是吧？觉得这个不对觉得这个很不好，是吧？这个是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可能我们有这样的共识。可是你发现有一些的文化里面就不一样比如说我有一个认识一个宣教士，他之前是就是在亚马逊丛林里面，他们去到认识的一个就是发现了一个新的一个种族他们叫这个 Yanomami。Yanomami 这个是一个一直与世隔绝的一个像原始部落一样的那他们发现了之后呢，就是他们第一次进入到这个部落当中，发现哇，这个因为他后面那个宣教士有出了很多的书，拍了很多照片，那他就给你看那个当时就那里面的人都不穿衣服的他们都不穿衣服的。但是在他们那个文化里面，他们不觉得不穿衣服是一个耻辱，他们良心也不会控告他所以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如果在那个环境里面，如果你不穿衣服，假如说你待时间长了在那个文化里面，可能你也不会觉得不穿衣服有什么问题因为大家都这样，没有人穿衣服。那所以可是我们的文化里面，如果你不穿衣服对吧？那大部分人可以说99.9%的人都会认为你不穿衣服你是很耻辱，是吧？所以你也不会这样做。所以我的意思是，这个良心它是会受文化影响的，它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所以 Stanley 他这个文章的一个重点就是他就是强调说，我们天天讲良心，讲悔改，讲认罪，对罪的认识，你是在西方的处境里面讲的这种良心，而不是保罗在他的文化当中所提的良心。他的纠结跟你的纠结不是一样的所以他只是这样提那提到这个之后呢，但他没有提保罗新冠问题。从这个之后，有一个学者就看了这篇文章以后可以说他这篇文章就是为了接下来这个保罗新安铺平了一个道路这个人叫做 E.P. Saunders。 这个人呢，他就受了这篇文章的影响，因为其实这篇是更多讲这个心理的讲心理学的这些东西。他就会反思对保罗如果他在讲悔改，讲这些不是我们西方的这种对罪疚感的这种理解的话，那么他是以一个他在讲什么所以他就是这个人E.P. Saunders 这个人就开始写了一本书，叫《保罗和巴勒斯坦犹太人》。他第一次提出了保罗新观，他就说这个原来如果从保罗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上帝呢在当时就是说以色列人对犹太人来说，早就他们就是神的选民，他们本来就在神的约当中他们不需要透过行律法而得救，他们不需要透过行律法而进入这个约，他们生下来就在这个约当中，他们行律法呢只是为了维持他们在这个约当中所以你看他把这个概念完全转变了，就是对于我们这个，所以他说对犹太人而言，得救是一个约的概念，不像从奥古斯丁之后包括到路德，得救变成了一个个人的，我有罪，我对我的良心谴责，然后我认罪悔改，
他不是犹太人对犹太人的这个得救是个约，是一个群体，是一个教会论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救恩论的问题。你看到这个差别没有？所以他在讲这个约的，他在讲这个律法的功能的时候，他不是说透过律法行律法来进入这个约，而是让他们留在约当中。如果你不遵行律法，你怎么样？你就会被从这个约当中剪除，就把你踢出去了。所以这个伊壁桑子就提出了保罗新观，他就说这个犹太人本来就在圣约里面，他们是要靠律法来维持他们在圣约当中的身份，所以他说你们以为保罗反对的是律法主义这个就是说这个好像说我们不要靠行律法得救，对不对？他说其实呢，保罗强调了因信称义他其实不是在讲这个好像说你不要靠行律法能够得救他不在讲这个，他是在讲什么呢？就是外邦人怎么样也进入到这个约当中，就是外邦人怎么能够成为圣约的子民。他说因为犹太人本来生下来就是在圣约当中嘛，那外邦人怎么办呢？所以他才提出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呢，把外邦人也拉入到这个约当中。所以他说保罗处理的是教会论的问题，而不是个人得救的问题。然后他用这一点去解读罗马书9到11章，尤其是讲到以色列全家得救，他是从教会论的角度来说他不是从这个个人得救的角度来说那么所以他就说你就不要再认为保罗说你要信因信称义是好像是说他反对你行律法来得救，或者是行律法或者是这个，他说不是的，他说这个行律法本身跟你外邦人没有关系，那犹太人他们是维持在这个约当中那你呢要进入到这个约里面，你不是靠行律法，就像犹太人行律法也不是靠行律法进入到约，他本来就在那，所以他才提出说你要进入到外邦人你要进入到这约当中，你怎么进呢透过信心，因信称义。这个是他对保罗新观的他其实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他把因信称义从救恩论变成了教会论，他不再是探讨个人得救的问题，而是探讨这个约的问题。所以他提出了另外一个这个邓他就在三德士的基础上就认为保罗反对犹太人的这种这个种族排他主义这就他提出一个叫所谓的圣约律法主义就是说这个他说律法的这个行为呢他说你不能像改教家那样认为的只是道德行为，相反他是对律法的一个忠诚，是维持他们在约章中的一个地位。然后他就说你看保罗的门召你看比如说他自己讲在加拉太书1章13到17节那可能是保罗最早的书信他就讲到说你看你们听见我以前我在犹太教里面所做的怎么逼迫教会但是呢神就用他的儿子启示叫我传福音，然后提到他在大马士革路上的时候，他说你看你留意整个经文的一个格式，他说保罗特别说那个他把我从母腹当中分别出来，他说这个就是明显一个先知门召的格式耶利米就是这样的，对吧然后施恩的神召我怎么样然后让我去传福音，所以他就会认为说你看保罗他不是一个归信，他是一个什么门召，他不是说从不信到信，而是他本来就是有，他本来就是信，只不过一开始信的这个对象有问题，他理解错了，现在呢归正了，是吧？让他呢这个是给他一个呼召，给他一个这个让他去为主做事情所以你看亚拿尼亚到保罗那里的时候，也是不是给保罗做门训给他传福音，而是兼顾他的盼望，告诉他你要成为神的这个工具来去传福音，又是一个呼召的记录，对吧那么路加记录保罗自己讲的话，在使徒行传22章里面也提到，他说我们主中的神拣选我怎么样也是一种呼召的一个记录所以你看他每一次提到大马士革路上的这个叙述的时候，他每一次回想的时候，他都是说门召。所以为什么很强调这里？因为他说在保罗的眼中，他不是归信，他不是说我以前信假神，现在我信真神，不是的他是什么？他会觉得犹太教是有偏差。所以重点来了，
对保罗来说，犹太教对保罗来说，基督教不是一个新的宗教，基督教是最完美的犹太教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说犹太教走了偏差，就是说就好像保罗说，我以前我也信耶和华神，独一的神，对吧？旧约圣经都是信的只是我信的有偏差所以呢犹太教走偏了。而现在呢，我不是要创立一个新的宗教，而是告诉你这个基督教才是真正的犹太教。这个很像宗教改革，你像改教家，他们不是想要创建一个新的宗教是吧？他们说你天主教走偏了，我们现在要归正，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回到那个正道上是吧？有点这种感觉，就是我们代表的才是最正宗的天主教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对于保罗来说，他不觉得犹太教是被废除了，而是说犹太教走偏了，理解错了。而耶稣来了以后呢，真正的就是说成全了这个犹太教就是基督教。所以对他来说没有一个归信的一个过程。但是你看他每一次讲到外邦人的时候，他都是用归信，比如说在路加福音这个使徒行传15章里面他让他们要归信因为外邦人本来他不信神，所以当他要信福音的时候，他就是归信。而犹太人呢，他是要悔改，就跟这个旧约先知一样不断传讲的是悔改的信息，让他们悔改。你不要拜假神，你不要怎么样，你先要悔改所以呢所以这个是这个由外邦人是一个改教，可以这样说从别的宗教改进来。但是犹太人他不是改变宗教，他是悔改，他是回到神最起初的这个心意当中。所以这个就是保罗新观所提出来的，对于保罗的他的这个悔改跟我们的悔改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我们讲悔改的时候是讲个人得救，以前不信神，现在信主，对吧？而对保罗来说，他本身就是信主的，只是他信的有点偏差，所以他的悔改，他的良心跟西方讲到这个悔改对罪的这种悔改的良心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是他所提出来的。所以保罗新观的总结呢，大概有那么几个就是说，首先是把保罗的神学放在整个救恩历史的这个脉络当中来去解读的。它不仅仅是说个人得救的问题它是在跟这个教会的救恩历史当中这个是相关的。还有就是他说什么呢？信心跟行为并不是两种对立的得救方式。这个就好像改教的时候，对吧？为什么很强调因信称义呢？因为成圣是一个要靠行为的，对吧？成圣你要靠自己行为嘛，是吧？这个没问题。那路德改教之后就特别强调这个得救就是因信称义但是我们又回到刚才一开始说的，圣经里面其实救恩是一个过程，他没有把它区分开。那到宗教改革的时候就把它对立起来，就是靠信心，不是靠行为当然可以举很多的这个经文，可是保罗新观是在说你这根本就不是重点。保罗根本都不是在讲到底是不是靠行为得救，那不是他的一个重点他的重点是外邦人跟犹太人怎么样都可以成为神的子民，都可以进入到神的约当中，这个是他的关键所以他就说称义呢既是人与上帝之间的事情，同时也是人和人之间的事情。其实从这点上，他就基本上是动了因信称义的根基，就是说不仅是你个人得救你更关键是你怎么进入这个约当中，这个群体里面，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比较极端的保罗新观的理解呢，就是说因信称义根本都不是在讲的救恩，根本不是靠因信称义的其实是就是说否认了因信，就是宗教改革以来的因信称义的这个理解就是包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等等这一些就是说根本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保罗当时探讨这些根本都不是探讨这些问题你理解错，你把你自己文化当中的东西强加到保罗的这个理解上就是你整个方向都错了。所以这个就是他把整个因信称义全部基本上就否认了那这个大概就是保罗新观整个这个过程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大家能不能理解大概理解这个咋来的那对于保罗新观的一些回应呢
其实桑德斯他所提出的圣约律法主义，这个就问题就在于说，我们刚刚讲了哈，犹太人不需要悔改，不需要归信，他们需要悔改。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看1世纪的犹太教，你发现它是很多元的，就是说犹太教内部本身，他们也有不同的看法。圣经里面也很清楚，这个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是不是就不一样嘛？对吧？那他们可能彼此都认为彼此是，对方都是不得救的，是不对的，是吧？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是对的，对吧？所以哪怕是对这个律法跟约的关系这件事情啊，犹太教本身看法也不一样。所以你并不能说犹太教就是认为我们行律法就是维持我们在约当中，犹太教内部也不都是这样看的所以你就很难就是说说保罗到底他在讲因信称义的时候，是不是就针对这一派，还是他针对其他的派，还是他真的就是在讲救恩的问题？你懂我意思吗？因为犹太教在当时很多元当然保罗他更多自我身份认同是法利赛人嘛他肯定不赞同撒都该人那一派但是你能不能就是下定义说保罗说的因信称义就是针对法利赛人这一派的呢？不针对撒都该人嘛？你也不能这样说，对吧？所以犹太人本身，犹太教在当时就不是一个统一的一个范式还有就是犹太社群彼此也是分裂的，他们都认为互相都是被排除在这个约当中的，就是我们外面的人认为犹太人他们都是在这个约当中，是吧？那犹太人自己都不这样认为，他们会认为你们这一派你们不在约里面他们认为他们在约里面所以他们自己本身也都彼此分裂。还有就是保罗新闻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到后面还是靠行为在维持在约中的地位，不管你是靠行为进入约也好，还是说靠行为维持在约中倒好，其实本质上还是以行为为基础的，对不对嘛？还是因着行为得救的，而不是靠着信心。所以这个是保罗新观一些这个比较大的漏洞。不过到今天呢，保罗新观的发展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光谱所以有比较极端的，有比较这个保守的所以也都不一样。所以你讲的保罗新观也要看是哪些学者，像 E.P. Sanders 这些人，他们是最开始的都是比较极端一些。那现在慢慢的像 N.T. Wright 等等 James Dunn 等等这些人，他们其实都没有那么极端所以保罗新观也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大概是这样那我讲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是你第一次听到保罗新观的时候，你的态度是什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